成在历史的记忆里点缀着两位爱国者深沉的哀痛。而昨天9天在蒲城起飞，另一群有识之士国之栋梁的努力与成果，具象化成了可以抵御一切来犯之敌的大国重器，托举的是历史必不能重演，同胞再不可受辱的信念。同志们不负所托，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诚不我欺。如今军国主义余孽仍然阴魂不散，我辈务必铭记历史，奋勇向前。历史的正义终究会由我们自己书写审判。昨天9天无人机首飞成功，这款备受瞩目的无人机航母飞行高度可以达到15000米，普通的防空导弹根本够不着。目前的航程是7000公里，可以说就这个覆盖半径啊，所谓的岛链就像个笑话。实际上9天真正的价值是把无人机作战的灵活机动性能和远程投放的这个功能结合到了一起。现在那些飞行距离很有限的无人机已经在俄乌战场上大杀四方了。9天这6吨的载重搭载的易购蜂巢任务舱300架次的无人机可以直接释放，这种程度的饱和攻击没有任何防御系统有把握100%的拦截，就算拦截这上百架次的目标，造价极低但是杀伤力极，能不能100%拦截就是个问题。那拦截一次的成本可以说更是天文数字，毕竟啊，整个9天无人机也就2000万美元的造价，那9枚爱国者导弹也是这个价格，它能拦住几个目标呢？可以说啊，这又是一枚足以改变地缘战略天平的重要砝码。毕竟啊，战争永远要考虑的是打不打得起，之后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而今年中国经济年会上预计我国的 GDP 将达到140万亿左右，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实物黄金的储备国，实际储备量可能远远大于公布的数据。可以说从军事上到经济上，我们把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的兵法，从字面到实质的意义都给贯彻到位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于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之前，我国发言人给出了3个绝不许：绝不许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绝不许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台湾地区，绝不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军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这一表态可以说是振聋发聩，也宣告着日本此前对台的模糊立场将成为历史。之前一边以1972年联合声明中一个中国的表态掩耳盗铃，一边以旧金山合约以及后续等等我国并不承认的法理依据作为不断染指我国领土的借口。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是单单要一个搞事的独苗改口那么简单，日本右翼势力套着绿营的白手套伸进台岛里搅浑水的这个触手必须要被斩断，这是两岸统一必须要摧毁的障碍。从确定日本右翼与绿营的继承关系，到联合国发函指明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除，再到公开指责日军在亚洲侵略期间犯下的累累罪行，南京大屠杀死难30万人，马尼拉惨案中10万菲律宾平民丧生，新加坡大屠杀导致数以万计本地人遇害。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记载，日本在马来西亚、印尼、缅甸、泰国等地制造的大规模屠杀高达100多起。在巴丹死亡行军中，对美国战俘虐待屠杀导致 1.5万人死亡。在缅甸修建泰缅铁路时，强迫劳动导致大量劳工死亡。那我们就是要把日本之前费尽心力，不断通过舆论美化的这张画皮给它撕碎，让全球再仔细看看这个罪行累累的国家至今都毫无悔意的嘴脸和不断粉饰掩盖的真正的魔鬼般的底色。既然你搞事的独苗要掀起战后几十年日本政客们玩命遮掩的战犯遮羞布，那我们干脆一次性给你抖个彻底，将日本右翼为代表的军国主义抬头的态势推到全球面前来，尤其是东亚诸国的历史对立面上去。这一套连招下来，实际上我们的战略目标也清晰可见了，日本必须彻底跟岛上势力划清界限，曾经的面上一套背地里一套的做法将成为历史，同时把日本右翼架在全亚洲反法西斯力量的对立面。现在你从实力到道义都没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清算将会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性的排毒的过程。事实上，现在作为美国的地缘蝎子，日本的处境非常尴尬。先是白宫发言人明确表示，日本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这一点从双方的个人关系以及我们与日本持续的贸易关系中便可以得到证明。这就有点欢乐了，交了那么多年的保护费，心甘情愿的被杀鸡取卵，弄了半天就是私交啊。那你美国也真是的，怎么能叫防务费呢？那不应该叫随礼的份子钱吗？你给的是心意，建立的是私交，与官方层面咱俩没啥关系，尤其是军事方面。在中俄给日本包饺子3天后，美军终于象征性的派出了2架 B-52 举行所谓的美日联合训练。
有时候呢，给打秋风的小弟一颗旺仔小馒头，比不搭理他可能还要诛心一点。日本的地缘对价就是会随着历史罪责的清算和地缘军事实力的态势对比，从重要盟友不断贬值为私人关系的。当它彻底失去价值的时候，80年前那场没有完成的清算才会真正的到来。可以说，我们现在每一点足以改变地缘态势对比的实力的进步，每一寸对日产业上的掏空和取代，每一份人民币国际化的成绩，其实都是在加速清算的到来，都是在为曾经死难的同胞们讨回公道的最实在的努力和付出。实业不仅兴邦，而且也是正义得以伸张的保障。9天的首飞地点选在的是蒲城。1941年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后，英国人要求严惩，林则徐被革职充军伊犁，途经西安碑林，留下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题字。写下碑林2字的时候，是对国家的忧思。当时身为军机大臣的王鼎积极营救力保林则徐，多次向道光苦谏无果，最后以施剑这种最惨烈的方式表达了爱国的立场和对挚友的支持。王鼎就是蒲城人。林则徐知道后赶往蒲城吊唁，写下的悼亡诗饱含了对国家命运的迷茫。从历史的下游回望，徐王2人也许当时都预见到了国家危亡、流民葬身于铁蹄之下的命运，奈何大厦将倾，回天乏术。蒲城在历史的记忆里点缀着2位爱国者深沉的哀痛。而昨天9天在蒲城起飞，另一群有识之士国之栋梁的努力与成果，具象化成了可以抵御一切来犯之敌的大国重器，托举的是历史必不能重演，同胞再不可受辱的信念。同志们不负所托，善攻者动于9天之上，诚不我欺。如今军国主义余孽仍然阴魂不散，我辈务必铭记历史，奋勇向前。历史的正义终究会由我们自己书写审判。